到大熊猫晴晴因病突然离世，亲手养大它的陈红斌奶爸崩溃大哭，直至晕厥，才明白熊猫和饲养员的感情有多深刻。彼时，熊猫专家潘文石教授在佛坪自然保护区发现并救助了世界上第一只棕色大熊猫丹丹。后来因其稀有的颜色和珍贵基因，它被送到西安动物园居住。不久后，和熊猫弯弯生下了儿子晴晴。晴晴出生后一直由陈红斌奶爸照顾。小家伙性格温顺懂事，还很亲人。行为训练时，奶爸让坐下，他就会乖乖坐着；让站起来，便会用2只前爪扶着墙站起来。听话乖巧的晴晴很快俘获陈奶爸的心，奶爸便一直把他当亲生儿子般细心照顾。不过有时候晴晴也会搞些小破坏，把房间里的座椅木架当成磨牙棒砍。当奶爸看到满地狼藉，忍不住批评他时，一向听话的小家伙便开始生闷气。就算陈奶爸喊破嗓子，就是不肯吃饭，而是坐在地上用委屈巴巴的眼神看着对方，把陈奶爸拿捏的没办法，只好道歉。直到被哄开心了，这小子才乖乖去吃饭。父子俩的相爱相杀总是那么的温馨。2000年，熊猫丹丹因年迈不幸离世，晴晴似乎感受到亲人离世，情绪非常焦躁。陈红斌奶爸便把所有感情倾注在他身上，日夜守护晴晴，直至熬过这段伤心的时光。因为晴晴的父亲弯弯也是野生大熊猫，再加上母亲是极为罕见的棕色熊猫，西安动物园为了延续晴晴的优良基因，曾多次为小家伙征婚寻心上熊。但由于当时陕西熊猫繁育条件的限制，直到晴晴13岁才终于找到合适的另一半。陈奶爸满心欢喜，期待熊孩子光荣升爹，自己也能跟着沾光荣升外公。然而越美好期待的事越容易落空，谁都想不到晴晴没能等到那天就突然去世了。当时奶爸像往常一样端着盆盆奶，喊睡懒觉的晴晴起来吃早餐。然而无论他怎么喊，小家伙始终没有回应。奶爸上前一看，才发现晴晴浑身僵硬冰冷，早已在睡梦中悄悄离开了人世。难以接受的陈红斌奶爸崩溃大哭，抱着晴晴的尸体几次哭晕过去，不愿相信昨天还哼哼唧唧撒娇的晴晴，仅仅过了一夜就永远离开了自己。这一刻，没人知道陈奶爸内心有多绝望。后来经过医生检查，晴晴是因为肺部急性水肿导致突然离世。此刻陈奶爸的心仿佛有万把钢刀搅动，如果当时自己能多陪陪晴晴，是不是就能及时发现她的病情？晴晴的离开真的是陈奶爸永远的痛。朝夕相伴那么久，他们的感情早已跨越物种，只希望世间少一点离别，多一份爱。每只熊猫都能遇到真心疼爱自己的饲养员，试问谁能拒绝这样一只软萌的小可爱？除非他是羊奶爸直接把闲闲仔给气走了。和他搭档的光头奶爸也同样硬核，收猫时直接拽着闲闲仔的小手，就这样水灵灵的把他收回了家。有次闲闲仔赖在爬梯上不肯回去，要是换成奶妈估计又得哄上半小时。可羊奶爸和光头奶爸只是眼神交流了一番，就直接连熊带梯子全都抬走。被拿捏的闲闲仔内心 OS 不对，流程不对。而被奶爸霍霍的小熊不止闲闲仔，不愿意喝盆奶的苏林仔扭头就想跑，结果被羊奶爸揪住头皮一把薅了回来。哪有小熊不喝盆奶的，必须给我喝！苏林仔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赢，只能被迫干完了一整碗盆奶。等到擦嘴时，又是鸡飞狗跳的场景。苏林仔拼命往前窜，羊奶爸拼命转，本来就车的仔瞬间变成钻头车。当苏林仔挂在树上不愿意回家时，光头奶爸愁的眉毛都掉了好几根，只能摇来羊奶爸帮忙收猫。羊奶爸看到后连缓冲机会都不给，直接强硬的把苏林仔往下拽，并把熊孩子抠住木架的小手掰开。一脸懵的苏林仔就这样被带回家了，心想我可是国宝，你们竟然这么对我。虽然奶爸奶妈带娃风格不同，但能确定的是每个人都很爱大熊猫，相信未来熊猫种族将越来越好。虽然现在二狗和花花分开了，但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沉迷干饭的二狗进军狂飙界，拥有了梅兰肉肉同款身材，而花花则担任了文旅局局长，每天勤勤恳恳地为家乡发展做贡献。或许他们往后熊生都不会再见面，但相信这份友谊将会长存心中。小熊金鱼爱究竟有多聪明机智？这天奶妈出来提醒爱姐下班回家，小家伙靠近时特地放慢脚步，等奶妈先回到员工通道后才进门。而且于爱进门后也没有转身离开，眼里有活的他还主动帮奶妈关上门，甚至留了条缝隙以便通风，简直是要成精的前奏。其实爱姐的这番举动并非偶然，小熊精从小就会给二顺妈妈开关门，自己出来玩时也会顺手把门带上，很难不怀疑爱姐藏了什么宝贝，怕被偷走。作为熊猫界智商与萌兰比肩的小熊，爱姐的高智商向来令猫粉们惊叹。这天馆长和外公给可爱准备了新丰绒，为了增加趣味性并锻炼两熊的后肢力量，用绳子将玩具全部绑在了树上。爱姐迫切的想要吃到丰绒里的果果，于是想要直接从源头解决问题，她径直来到木架上观察馆长打的绳结，只是轻轻一拽绳结竟然就松开了。随后爱姐像侠女一样翻身踩在树上，一手抓木架稳住身体，一手扯开了绳子。这逆天操作把外公都给看得目瞪口呆，只能紧急召回于可于爱并返工。而爱姐也不是第一次解绳子了，先前院子里的吊篮打结竖了起来，没等姨姨们研究明白爱姐已经胜了，结果只动了一下嘴就解开了吊篮。
此刻仿佛看到上学时期碾压全校的学生。这天，外公陪两熊玩老鹰抓小鸡游戏，他在前面跑，可可爱爱在后面追。在经过弯道时，艾姐只思考了0.01秒，就果断选择抄近路去追外公。笨蛋哥哥只会跟着饲养员的路线跑，难怪外公感叹于可想到施于爱已经做到了。先前可爱兄妹和二顺分开的时候，妈宝男饭也不吃，崩溃的趴在门口要妈妈，而艾姐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比哥哥强一些，坐在木架上吃奶爸放的4根笋笋。不过懂事的于爱并没有全部吃完，而是特意给哥哥留了2根。试问谁能不爱如此聪明暖心的小熊呢？不仅如此，艾姐的模仿能力也是一流，会故意模仿哥哥从树上掉下去的糗样，还杀熊诛心的蹦起来嘲笑可可，结果被恼羞成怒的于可追着胖揍。当夏天到来，阳光烤得头脑发昏时，爱美的于爱就直接把王八壳扣头上，既能 cos 神龙大侠阿宝，又能防晒，真是一物两用，不但美观还实用。果然，于爱的爱就是爱因斯坦的爱。要是有一天艾姐开口说人话，恐怕猫粉们也不会太震惊。闵家不养闲熊，个个都是显眼。这只坚持熊掌在上，否则就会急眼的小熊，就是显眼包灵颜的亲妈敏敏。虽然都已经是做妈妈的熊了，但敏敏一身反骨，还是著名的嘴炮团成员之一。这天，敏敏正缩成一团，安静的坐，奶爸使出10级猫语喊她回家吃饭。明明吃饭了。虽然不太确定敏敏有没有听懂，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不想再听奶爸唠叨，直接转身撅起屁股，正对着奶爸就开始拉亲团，像极了对方不愿意搭理你，并投来一坨屎。有这么一位搞笑女妈妈，她的孩子自然都是熊中龙凤。这只和胖妍同款委屈脸的小熊，其实就是她的亲弟弟满满。两熊相似程度，亲妈见了都得愣一愣。不同的是，满满的头平的能顶起一瓶汽水，而满满和灵颜不仅长相犹如复制粘贴，就连搞笑的气质、整活的本领都如出一辙。满满最喜欢霍霍院子里的小树，只需一个熊定重击就能让枝干妻离子散。好家伙，兄弟俩真是不分伯仲的胖啊！很想问敏敏一样的孩子为什么要生2遍？听说哥哥凭借整活从小透明逆袭成形象大使后，满满也开始当起了显眼包，要把蓝叶干上市。不仅雨天蹦迪上演，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还趁游客多的时候来了个舞蹈串烧。只见这小子双手抱头，左脚画圆，右脚踢，随后一个助跑，顺着斜坡来了个5连翻滚。收尾时不忘5个诗，感谢姨姨们的捧场。感觉他和灵颜一样，一天天有使不完的牛角。胖妍虽然是熊猫圈最会整活的小熊，但毕竟今夕不同于往日。灵颜凭实力当选了栾川旅游形象大使，如今再见到胖妍就得喊一声严局了。估计此刻还在加班删除黑历史呢，毕竟他可是熊猫界涉黄第一熊，还有动不动就把奶爸挂网上的前科，日常整活翻车也是家常便饭了。其实敏敏的3个孩子阿杰、灵颜和满满都用了同一个样貌模板，只是长得好看的是阿杰，长得好笑的才是灵颜和满满。阿杰出生时的体重达到212克，使得首次生产的敏敏难产了3天，才终于把这小胖妞生下来。虽然阿杰不像弟弟们那样活泼，但骨子里也是个实打实的搞笑女。熊生最爱打坐修仙和干饭，主打一个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并且阿杰还喜欢颠倒看世界，这柔韧度不知要让多少舞蹈生泪目。有时他还会为一口胡萝卜表演倒栽葱，把围观群众刘奶妈吓得魂都快飞了。哎呦，哎呀，对不起，糟了，天哪！你为了吃这里是……不得不说，敏敏是懂遗传的，无论老公是谁，孩子都和他长一样。小熊精辉宝的脾气有多大，简直是爱宝乐园最不好惹的存在。宋3岁只是轻轻摸了下辉宝的屁股，小家伙当即炸了毛，气势汹汹地转过头，小手使劲一拍地，再碰我一下试试。如果眼神能刀人，恐怕宋3岁早已 game over。与福宝只霍霍宋3岁和爱女士不同，辉宝小脾气上来主打一个无差别攻击。有次江爷爷试图纠正光君的坐姿，想让他面对游客吃饭，结果一身反骨的光君直接原地葛优躺。就是说这白眼翻的真的好瞧不起来。这天辉宝追着宋3岁进入员工通道，本想赏脸让对方陪自己玩一会，没曾想被忙于工作的老宋几次拒之门外。我们光君大王何时受过这种气？一怒之下直接就奔着爱女士去了，二话不说就给了妈妈一套喵喵组合拳。幸亏爱宝忙着吃胡萝卜没工夫搭理他，不然铁定得给光君一套爱的教育。虽然辉宝和爱宝对打从来没赢过，但光君大王从来都不服气，哪怕打不过也要还手，就是要硬刚，和虫洞二馆长一样从不内耗。当初兽医打针时弄疼了光君大王，小家伙的怒火蹭一下就起来了，要不是江爷爷在后面拼命拖住他，恐怕兽医逃跑的时间都不会有。而看着罪魁祸首笑嘻嘻地蹲在门边，辉宝眼神里的幽怨都快要溢出屏幕了。有本事进来咱俩 battle 一下。可以说没人能在辉宝面前全身而退。不过在面对最喜欢的圣熙姨母时，双标的光君却会收敛爪牙。当初姨母侮辱辉宝的脸蛋时太用力，
让他在众多游客面前出了洋相。有女明星包袱的光君瞬间天都塌了，默不作声地跑到一边生闷气去了。只能说，要是换成宋3岁，光君大王肯定要与他不死不休。直到圣西姨母拿着小苹果来道歉，辉宝的态度才算缓和了一些。不过，当姨母搂着瑞宝亲亲抱抱时，嫉妒到面目全非的光君气得冲上去就是干，被提溜起来后仍不依不饶的要咬对方，这简直就是醋坛子被打翻的人类小孩子。其实辉宝喜欢姨母不是没有原因，毕竟姨母会给光君带好吃的小零食，而宋3岁既会打针又会喂给他驱虫药，罪行罄竹难书，让熊无法原谅。不得不说，宋3岁简直比黄连还要苦。为要这件事从福宝到辉宝瑞宝，最后全都被记恨上了。强烈建议他下次戴个头套遮掩一下。